前阵子京东邀请了脱口秀演员杨笠作为自家双11营销活动的代言人，这在各个平台引起了轩然大波。经常网上冲浪的小伙伴对杨笠这个名字应该不会太陌生，普信男就是他赋予广大男同胞们的称号。网友对他的评价一直是两极分化，京东请这么一位人物来代言，多少有点欠考虑。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杨笠这句话到底是对是错，不瞒大家说，我其实是最近才了解他这个人的，并且在听到这么普通为什么这么自信时，也没有感觉到特别被冒犯，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是有逻辑上的错误的。作为一个心理学博主，我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普通就不能自信了？拿我自己来说，就是个特别普通的人，在大厂上过几天班，没有什么太拿得出手的项目，遇到过一些解决不了的烦恼，为了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看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偶然间走上了心理科普这条路。这份履历放在如今遍地是金子的就业市场，别说普通了，可能直接塞进碎纸机里更合适，却依然有信心为我在视频中讲出来的每一句话负责，因为这是我目前最擅长的事情，也是我最有把握完成的事情。视频中提到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条理论，都是经过科学交叉验证后才介绍给大家的。我十分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应该在哪些方面有自信，在哪些方面应该谦逊。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自信来源于我对目前手头工作的严肃态度。这份严谨不仅我可以做得到，我相信观看视频的每一个小伙伴也有能力做到。我们大部分既不是明星，不管做什么事儿都有粉丝来呐喊助威，也不是富二代，烦恼只来源于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作为普通人，如果连自己都不信，那就更没有人信你了。所以杨笠这句话在我这里是完全不成立的。那为什么杨笠一句普通却自信能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呢？我觉得还是要把这句话放回他所在的语境之中。我觉得他想要批判的对象不是所谓的普通人，而是所有爹味太重的人。更具体来说，就是即使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者在掌握的信息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夸夸其谈的人。这部分人不分性别，放在哪里都是惹人生厌的。把这部分碍事儿的人拿开，我们或许会发现，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自信和脆弱的矛盾结合体。如果自己做了一些没那么优秀的事儿，不管大事小事儿，可能都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自尊。但老天是公平的，有人优秀就会有人平庸，有人表现亮眼就会有人显得无能。若所有人都高于平均，平均这个概念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低于平均的人始终存在，且比例比我们想象的更高。因此低于平均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不必如此惊慌。每个人都误以为高于平均是个经典的认知偏误。在美国一份针对80余万名学生的调研中，95%以上的人在评估自己与他人相处的能力时，都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更聪明、更好看、更有道德，甚至会活得更久。在一份关于驾驶水平的问卷调查中，大学生普遍认为自己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司机，甚至在发生事故后住院的司机也坚持认为自己不比普通司机差。这种认为自己一定优于大多数人的认知偏差被称为优于平均效应。认为自己比大部分人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打击，但长期服用这种安慰剂肯定是有副作用的。因为我们的脑子偶尔会抽风似的突然清醒，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在哪个位置，每次都需要服用更大剂量的安慰剂。而且我们对自己的错误认知也可能会让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会有一个功能，会把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内心的想法和反应，以及我们所做出的应对等等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自洽的整体，从而构成我们的自我。这个由大脑所构建出来的自我叫做叙事自我。如果不够自知的话，你构建出来的叙事自我可能是彼此矛盾、难以相容的。我们常常会遭遇自己无法逾越、无法克服的认知障碍，这其实就是很多人在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和困扰的来源，也是造成我们内耗的一个重要原因。举几个例子，为什么我这么优秀，但大家就是不喜欢我呢？但我真的有我所想的那么优秀吗？我的优秀对别人来说真的有价值吗？别人是否喜欢我，跟我是否优秀之间有一定的必然关系吗？明明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好，为什么你们就是不领情？这种为你们好是真的吗？还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别人真的需要我这么做吗？我的方式和手段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吗？我们构建出来的叙事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越大，受到别人攻击的时候就越容易感到冒犯。而构建出来这样一个虚构的自我，其本质就是不愿被审视的焦虑，或者说对平庸的恐惧。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经常犯这样的毛病，一直到上班后很多年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对于渴望被认可，渴望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色，然而现实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不足时，自信的那一面可能会暂时被脆弱所掩盖，即使强撑着自己完成了那些本不应该答应的许诺，接下来也只会有更沉重的负担在等着我。
一直到现在我才接受这样一个自己，只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平平安安生活，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认为，人类的核心动力并非快乐或逃避痛苦，而是对意义的追求。他在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中观察到，那些能够在极端苦难中找到意义的人，更容易生存下来。这种意义并不依赖外界的标准，而是个体通过面对痛苦、死亡和孤独等存在性问题时，主动选择赋予自己生活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构建意义并不一定需要伟大的成就或卓越的表现。普通人同样可以赋予生活中的小事以独特的价值感，来获得深刻的自我意义感。在我刚开始学习心理学史的时候，对于那些如雷贯耳的心理学大师的名字都比较深刻，比如班杜拉、斯金纳、弗洛伊德之类的。他们的学生或者继任者的名字大都扫一眼就看过去了。随着学习的深入，有些之前我忽略的名字开始进入我的视野。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科研，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们的名字可能对心理学本专业的学生来说，也只意味着一道选择题。我把这些历代大师的名字以及事例放在屏幕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了解。让大家看这些，其实就是想说，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了不起的人，可实际能站在顶峰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当中的99.99%，只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能在自己所在的领域里成为一道选择题的考点。还是那句话，我们作为普通人，连自己都不信，那就更没有人相信你了。中国人自古就有谦虚的美德，谦受益，满招损，虚心万事能成，自满十室九空。然而正是这种崇尚谦逊的文化环境，让很多国人不敢自信，也不知道该如何自信。杨绛他老人家在100岁感言中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也就是说，自信的程度来源于对自己的接纳程度，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和普通甚至不好的地方。或许我们不漂亮，或许我们不富有，甚至可能也谈不上品德高尚、勤劳勇敢，但我们仍有表达的权利。我们仍然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任性而又光彩的活着。这世上只有对应自信的时刻或事情，没有永远自信的人。这意味着自信这种状态其实并不是针对一个人非黑即白的标签，并不是说这个人非常优秀，他就一定能够在任何时刻对任何事情都自信满满，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对自信二字的误解。我记得演员刘亦菲曾在一档访谈节目聊到感情这个话题，当时主持人问到男生更喜欢女生有一种什么样的眼神时，刘亦菲非常霸气地答道，我管他喜欢什么呢？这恰好是一个人内核稳定强大，非常有安全感的体现。自信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认知偏差。这种强大内核的外在表现，就是允许一切未知，允许一切非议，允许自己熬夜，允许一切发生。因为在你心里始终有一个对自己定位的明确认知，不会因为别人今天说了什么，或者今天自己偶然做了什么，就改变对自己的看法。这种信念就像船锚一样，牢牢地将自己稳定在某个地方，任凭外面大风大浪，我自岿然不动。普信这个话题我们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想以脱口秀结尾。在同样一场脱口秀舞台上，另外一位演员小鹿，他讲的段子就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他说，什么时候普通都算是骂人的词儿了？舞台上应该出现更多普通人的脸，摄像机镜头应该对准普通人的故事，比如小美人鱼、普少女战士。这个世界就是属于我们普通人的，或者直接可以说，普通就是我面对世界的勇气来源。